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正在收听的你，现在请在脑海里想象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画面。什么样的画面？假设你今天是刚拿到执照，然后独立值大夜班第1个月的护理师，现在是凌晨3点，走廊尽头的5床突然传来非常急促的呼叫铃声。这个时间点通常都没什么好事。对啊，然后你推开门冲进那个昏暗的病房，看到一位阿伯整个人蜷缩在病床上，双手死死抱着肚子，就是痛到不停打滚，满头大汗。你赶紧靠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用非常虚弱甚至有点发抖的声音告诉你说，我肚子好胀，然后一直想吐，而且我已经整整3天没有放屁了。哇，光是用听的就能感觉到那个现场紧绷的氛围。其实这绝对是临床医疗人员最不想遇到，但却又非常典型的急症之一。没错，他这短短几句话背后隐藏的资讯量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对，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如果脑袋里没有一套清晰的逻辑，真的会瞬间宕机了。肯定会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带你切换到医护人员的第一视角，来解码人体消化道发生大塞车的时候，这个危机处理逻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我们今天手边的资料是一份针对临床护理新人的肠阻塞柱腹部评估完全攻略。就算你完全没有医学背景，了解这套医疗逻辑也超级实用。是的，非常贴近生活。这能让你明白，下次你去急诊室的时候，为什么医生和护理师要问那些听起来有点尴尬的私密问题，然后他们在你的肚子上敲敲打打，到底在寻找什么救命的线索。这里非常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完美展现了医学评估背后那套极度严密，几乎像是演算法一样的逻辑性。就像演算法一样。对，面对一个痛到根本没办法清楚表达的病患，医疗人员要怎么透过标准化流程，像侦探一样从混乱的表象中抽丝剥茧。讲白一点，这不单单是医学，更是一场结合了流体力学、物理学与生理学的急速推理。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其实我们拆开来看，判断病人是不是遇到了所谓的肠阻塞，第一步永远是先听病人的主诉，也就是病人自己说他哪里不舒服。没错，这是最重要的起手式。在临床上，这被总结成国考必考的4个字诀，可以说是判断肠道危机的核心指标，就是痛、吐、胀、闭。这4个字极度精准地概括了肠道阻塞时的物理变化。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深入探讨。首先是痛。这个痛绝对不是平常吃坏肚子那种跑个厕所就没事的痛。想象一下，我们的肠子就像是一条单向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现在前面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整条路完全塞死了。但是后面的车子，也就是肠道里面的消化物，其实并不知道前面塞车。对，系统还是照常运作。所以肠道为了把这些东西硬挤过去，就会本能的拼命蠕动，强烈收缩。这时候病人感受到的就是一阵一阵非常剧烈的绞痛。在生理学上，这是平滑肌遇到阻力时的代偿性收缩。但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来看，护理人员在观察这种痛的时候，其实真正在意的是痛的频率与性质，是不是发生了改变？意思是说，如果痛的感觉变了，反而更危险吗？没错，如果病人的痛从原本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痛，突然演变成持续性没有间歇的剧痛，这在临床上是极度危险的红灯警告。哇，持续痛就是红灯了。对，这代表原本单纯的物理性塞车已经恶化成结构性的破坏了。结构性破坏是指什么？就是肠壁因为过度膨胀，或者肠子发生了扭转，导致供应肠道的微血管被截断。一旦血液循环停止，肠组织就会开始缺血坏死，甚至走向破裂。天哪！这会引发致死率极高的腹膜炎。所以只要发现是持续剧痛，必须立刻启动紧急抢救。也就是说，痛法的改变其实是肠子在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没错。那接着我们看第2个字，吐。这在物理上也蛮直观的嘛。公路塞车，
东西下不去，压力持续累积，当然只好原路折返往上逆流。对，这是必然的物理现象。通常阻塞的位置越高，比如说塞在小肠上段，病人吐得越早，呕吐物大概就是胃液，或者是黄绿色的胆汁。但如果是低位阻塞呢？假设这个阻塞点发生在大肠的末端，这时候的生理机制就会变得非常极端，甚至有点超乎常人的想象。怎么说？会有什么不一样？不断往上攀升，到了后期，呕吐物会带有明显的粪便臭味。听起来有点吓人。对，在医学上，这被称为粪口性呕吐。虽然听起来很冲击，但这是人体的奇妙机制。其实，如果我们从流体力学的角度来想，当底部的压力大到管壁无法承受，身体唯一的泄压阀就只剩上面了。讲白点，这是人体一种极端而且不得已的自救机制吧？完全正确。虽然表象令人不适，但这纯粹是压力寻找出口的物理必然性。接着是第3个字，胀。因为气体和液体完全无法排出，也就是全部积在肠腔内部，病人的肚子就会胀得像快撑破的气球，连衣服都穿不下那种。对，负压急剧升高，甚至会压迫到横膈膜，影响病人的呼吸。这就带到了最后一个字，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闭。这个字指的是停止排便和排气。是的，但这里有一个蛮反直觉的医学逻辑。通常我们去医院，医生都会问有没有大便，但其实在判断肠阻塞的时候，有没有放屁反而比有没有大便更关键。没错，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人类的肠道非常长，大约有7到8公尺。假设阻塞点在小肠，那么阻塞点下方的大肠里可能还残留着一些之前消化好的粪便。所以下面还是有东西的。对，所以即使上方已经完全塞死了，病人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排便，这会给人一种肠子好像还有在通的错觉。但气体就不一样了，对吧？气体是无孔不入的。是的，气体的流动性远远大于固体或液体。如果病人明确告诉你，他连放屁都没有，这大表肠道已经是100%彻彻底底的完全阻断，就完全不通了。对，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物理性阻断讯号，没有任何模糊空间。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听完病人的痛、吐、胀、闭、主诉之后，护理师要怎么动手进行腹部理学评估。这是考验真功夫的时候了。我们一般去看医生，可能会看到医生拿听诊器听一听，或是用手按压肚子，但腹部的评估顺序其实跟身体其他部位的检查逻辑完全不一样，必须严格遵守4个字，就是视、听、叩、触。没错，先看，再听，再敲，最后才是摸，这个顺序绝对不能错乱。为什么顺序这么重要？在评估其他部位，例如肌肉或骨骼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先去触诊，确认痛点在哪里。但在腹部，听诊绝对要放在触诊的前面，这完全是基于避免物理干扰的考量。因为如果先去按压肚子，外力就会刺激到肠道吗？答对了，触摸或按压会引发肠道的反射性蠕动，等于是人为力改变了肠子原本真实的声音状态。如果你先按了肚子，再去听，你听到的长音就是被你加工过的，像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临床误判耶。对，所以听一定要在摸前面。原来如此，这就像是观察野生动物一样，你不能先去惊动它，才能看到它最真实的状态。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步视诊看起。视诊要看什么呢？护理师除了看肚子有没有不对称的膨胀之外，还要寻找一个超级关键的线索，就是病人的肚子上有没有手术疤痕。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临床上造成肠阻塞最常见的元凶，往往就是肠粘连。另外，如果在很瘦的病人身上，甚至能肉眼看到肚皮下肠子像毛毛虫一样一波一波在蠕动的画面，那个画面在医学上称为可见的肠蠕动波，这是肠道平滑肌在极度努力克服前方阻力的视觉证据。至于手术疤痕，这点非常核心，只要腹腔经历过手术，无论伤口多小，甚至是微创手术，
在组织愈合的过程中，都极有可能产生疤痕组织，也就是粘连。里面就会粘在一起。对，这些粘连的纤维带就像是腹腔里不规则的蜘蛛网或绳索，随时可能把某一段肠子缠住、扭转或勒紧。这也是为什么医护人员一看到肚子上的疤痕，脑海里就会立刻浮现肠粘连的警报。接着是第二步，听诊。把听诊器放在肚子上，其实在肠阻塞的不同阶段，听到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声音会说话。在早期，肠子正在拼命想突破阻塞点，液体和气体在狭窄的肠腔内被迫快速流动。这时候会听到一种非常高亢，听起来就像水滴在空心金属管里的回声。临床上形容这叫做金属音。那是一种极度活跃，甚至有点尖锐的声响，反映了肠道内极高的压力和强烈的收缩。但如果到了肠阻塞的晚期，情况就急转直下了。这边安静了吗？对，肠子因为长时间的过度工作，肌肉已经完全疲乏，甚至可能因为缺血而失去动力。这时候你把听诊器放上去，肚子会是死寂一般的安静。哇，这边有一个很严谨的细节，就是护理人员绝对不能随便听个2秒觉得没声音就说长音消失。腹部被划分为4个象限，每个象限至少要听1到2分钟，总共必须听满整整5分钟，才能在病历上正式确认长音消失。这5分钟的静默在临床上是非常可怕的无声警报，它意味着肠道已经全面罢工，可能已经进入了不可逆的坏死阶段。听满5分钟真的需要极大的专业定力。接下来第3步是叩诊，也就是轻敲肚皮。因为肠子里积满了排不出去的空气，所以护理师敲击的时候会听到像打鼓一样空洞的声音，这叫做鼓音。然后最后一步才是大魔王触诊。进行触诊时必须非常谨慎，通常要从病人没有痛感的区域开始轻轻按压，最后才去按最痛的地方。这里我们要寻找一个决定生死的大魔王指标，医学上称为反弹痛。其实很多人会误会，以为反弹痛就是按下去很痛，但它的物理机制其实比这复杂得多，对吧？是的，当你深深按压病人的肚子时，病人当然会觉得痛，因为你在挤压发炎的器官。正常按都会痛。对，但是就在你把手突然放开的那一瞬间，病人如果痛得更加剧烈，甚至整个人痛到弹起来，这才是标准的反弹痛。为什么放开的瞬间反而会更痛啊？我们可以把腹膜想象成包覆在腹腔内壁和器官外层的一层平滑薄膜。当肠子穿孔或严重发炎的时候，这层腹膜也会跟着发炎。当你用力按压时，2层发炎的腹膜就被推挤在一起。当你突然松手，腹壁瞬间回弹，这2层高度敏感发炎的薄膜就会产生剧烈的摩擦和拉扯。摩擦力。对，这种瞬间的物理性摩擦会引发爆炸性的痛觉讯号。如果这时候病人的肚子还硬得像一块木板，也就是腹壁僵硬，这几乎可以100%确诊是肠穿孔引发了腹膜炎。肚子硬得像木板，加上反弹痛，这代表防线已经全面崩溃了。如果出现这个状况，护理师绝对是立刻呼叫医生，准备紧急开刀了，分秒必争。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意义呢？如果情况还没到肠穿孔这么糟，当医生确诊这是一般的肠阻塞后，接下来的医疗处置通常会启动一套保守治疗大礼包。没错，总共有5大招。我们来逐一拆解这5大招背后的逻辑。第一招最直接，绝对的 NPO， 也就是禁食禁水。这很好理解，前面都塞死了，当然不能再有任何东西进去，要让肠胃道彻底休假。这是阻断源头的基本物理原则。接着第2招是打点滴补充水分与电解质，但这里牵涉到一个相对进阶但非常核心的生理学概念，叫做第3空间体液渗漏。第3空间。对啊，第3空间，人体内还有这种隐藏空间吗？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人体的水分主要分布在细胞内以及血管内，但在肠阻塞发生的时候，肠管内部的压力会急剧升高，同时引发强烈的发炎反应。这会导致微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你可以想象成血管壁变得有很多微小的漏洞。漏洞。对，结果就是血管里的大量水分和电解质被硬生生的挤压，渗透到了肠壁组织和腹腔之中。这个原本不该集聚大量液体的区域，我们就称之为第三空间。等等，所以这代表水分离开了血管，跑到了一个完全没用的地方，这样会产生一个很危险的错觉吧？病人看起来肚子很大，好像水肿，但其实他的血管里面是严重缺水的。精准的推论，这就是所谓的血管内脱水。病人这时候极度容易出现休克，而且会伴随严重的电解质失衡，尤其是钾离子的流失。哇，那怎么办？因此，护理师必须非常严密地监测病人的输入与排出量，也就是临床上常说的 I/O。每一滴点滴进去，每一滴尿液出来，都要精确计算，要算得刚好，确保水分有真实地补回到血管里，而不是继续漏进腹腔。这真的需要非常精密的监控。那第三招听起来是最痛苦，但也是物理上最直接有效的一招，就是放置鼻胃管减压。哦，这个真的很辛苦。对，就是从病人的鼻子插一根长长的管子，一路通到胃里面，把积在胃和肠子上端的气体、液体，甚至是那些带有粪便味的残渣，全部抽出来。确实，插鼻胃管的过程极度不舒服，但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物理减压程序。如果不把这些不断往上回堵的压力释放掉，一旦病人发生严重的呕吐，尤其是在虚弱的状态下，非常容易把呕吐物吸入气管，吸到气管里。对，这会立刻引发致命的吸入性肺炎。所以护理师不仅要确保管子通畅，还要持续观察引流出来的液体颜色、浓稠度和量，这是判断阻塞点是不是开始松动的重要指标。第四招是药物治疗，这点其实蛮让我惊讶的。我们直觉上觉得病人痛到打滚，当然要赶快给最强效的止痛药啊。但临床上给止痛药其实有非常大的顾忌。这是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怎么说？强效止痛药，特别是鸦片类的药物，像是 morphine， 它们在抑制中枢神经痛觉的同时，会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副作用。它们会和肠道上的受体结合，强烈抑制平滑肌的收缩。换句话说，肠子本来就塞住不动了，打了这种强效止痛药，虽然病人不痛了，但肠子反而陷入更深度的瘫痪。完全正确，这会让原本就塞车的肠道彻底失去动力，反而延长了阻塞的时间。原来如此。所以，医生和护理师在给予止痛药时，必须权衡利弊，非常谨慎。当然啦，如果抽血发现白血球飙高，怀疑有感染迹象，也会同步给予抗生素来控制局面。好，那如果前面这四招——进食、打点滴、插鼻胃管减压、给药——都试过了，等了2-3天，肠子还是冥顽不灵，就是不通。或者一开始的评估就发现肠子已经缺血坏死了，也就是所谓最危险的脚窄性肠阻塞。这个就严重了。那这时候就只剩第5招了，没得商量，立刻推进开刀房，把粘连剪开，或者把已经坏死的肠段直接切除。走到这一步，就是必须用外科手段直接介入物理性的破坏了。了解完这惊心动魄的5大招之后，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病房里的照护。其实，在这些冰冷的医疗处置之外，护理师展现专业温度的地方非常多。对，护理工作包含了很多细节。比如说，病人插着鼻胃管，嘴巴一直张开呼吸，绝对会渴到喉咙像在烧，但他又绝对不能喝水。这时候怎么办？喝水会让状况更糟。对，护理师就会教家属用棉棒沾水，轻轻润湿病人的嘴唇，或是给一点漱口水让他吐掉，来保持口腔的湿润和清洁。在严格的生理限制下，提供最大程度的舒适，这是护理专业的人性体现。另外，只要医生的评估允许，护理师会不断重复一个看似平凡却极度重要的指令，就是强烈鼓励病人下床走路。为什么走路这么重要？不都痛成那样了吗？越重力彰显身体骨骼肌的移动，能够产生连带的牵引作用。
牵引作用。没错，这是促进肠道恢复蠕动最天然、最有效，而且完全没有药物副作用的物理性刺激。也就是说，人动了，里面的肠子才会跟着动。那假设病人很幸运，终于排气了，拔掉吐虎的鼻胃管，准备出院，危机是不是就解除了？其实，出院才是另外一个考验的开始，因为肠阻塞的复发率非常高。非常高，这点很多病人都会忽略。在饮食上，必须从清流质、半流质慢慢过渡到软质饮食，而且这辈子可能都要养成细嚼慢咽、吃8分饱的习惯。没错，这是长期的功课。更惊人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以为超健康的地雷食物，其实是肠粘连病患的致命杀手。哦，这是很多人的盲区。像是竹笋、芹菜、柿子、香菇，甚至糯米，这些居然都是引发肠阻塞的常见元凶，真的超凡直觉的。这其实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从生物化学和物理特性来分析这些食物，就能理解为什么它们是地雷。人类的消化液包含了各种酶，但我们缺乏能够有效分解强韧植物结构的纤维素酶，所以纤维消化不了。对，像竹笋或香菇的蒂头，含有大量极度粗糙而且坚韧的木质素和粗纤维。对耶，这些东西有时候连牙齿都咬不烂，何况是肠子。没错，在一个健康的肠道里，这些粗纤维会被强大的蠕动推挤出去。但是，当这些无法被消化的强韧纤维进入到一个曾经受伤或者因为粘连而变得狭窄的肠道时，灾难就发生了。卡住了吗？对，它们会在狭窄的瓶颈处卡住，然后像下水管里纠结的头发一样，不断拦截后面的食物残渣，最后互相缠绕成一团坚硬的纤维块。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医学上我们甚至称之为植物性粪石。这在物理上会瞬间把原本就脆弱的肠道再次死死塞住。想象一下，肠子里卡了一颗植物纤维做成的石头，难怪医生都会千叮咛万交代，这些高纤维食物一定要避开，或者真的要吃，就必须切得极度细碎。只要回家后再次出现剧烈腹痛、肚子胀、没放屁排便、开始呕吐的症状，千万不要觉得忍一下就好，必须立刻回急诊报到。对于曾经发生过肠阻塞的病患来说，对这些警告征兆保持高度敏感，就是保命的最关键底线。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跟着临床护理的视角，看懂了痛吐胀闭这4个字背后代表的危险讯号，也搞懂了视听叩触这套神圣不可侵犯的评估顺序。我们更明白了，原来进食和插鼻胃管这些看似残酷的处置，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流体力学压力的救命减压法。下次你或身边的人胃肠不适去急诊时，你也已经拥有一双能看透医疗处置背后物理逻辑的透视眼了。这引出了一个蛮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哦，什么问题？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探讨肠道，这条隐藏在我们人体内部长达数公尺的不可思议的高速公路，它既强韧，能够日复一日地处理各种复杂的化学消化过程，但同时它却又无比的脆弱。是挺脆弱的。以前开货刀留下的微小疤痕组织，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觉得极度健康的植物纤维，像是竹笋或香菇，竟然都有可能在纯粹的物理机械层面上，让整个精密的消化系统完全瘫痪，甚至危及生命。确实，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反差。这不禁让人思考，面对我们身体里这套极度精密却又完全受制于纯粹物理管线原理的消化系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口吞下各种食物时，是不是往往高估了它的承受力，而忽略了这条生物公路在物理上的极限与脆弱程度呢？仔细想想，我们对待这条管线的方式，有时候真的蛮粗暴的。没想到一口没有嚼碎的竹笋，背后牵涉到的居然是这么精密的管线力学和系统崩溃的风险。这真的让人对我们身体的运作机制多了一层敬畏。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充满惊奇的医学与物理探险。希望这套深度解析让你带走了一些实用的知识和全新的视角。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